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我为本期视频制作了详细的 PDF 文件。PDF 包含拼音、翻译以及一些重要字词短语的详细解释。如果你想获取本期视频的 PDF 版本，请发邮件报名我的汉语阅读计划。这个计划可以帮助你积累更多的汉语词汇，提升你的汉语听力能力和口语能力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可以提高你的汉语阅读水平。挫折是好的，为什么挫折对你的学习和进步有好处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挫败感。让我们看看挫败感的定义：心烦意乱的感觉。这只是字典上的定义。心烦意乱或恼怒的感觉是一种情绪，对吧？这是一种你感到沮丧或烦恼的情绪，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种负面情绪。这是人们无法改变或实现某些事情的结果。这是重要的部分，对吧？无法改变或实现，所以有时会感到愤怒、烦恼或沮丧。为什么？由于未能实现而导致的，对吧？你想要某件事，但你做不到。你想改变什么，但你无法改变它。你想实现什么，得到什么，但你得不到，然后你会感到沮丧，对吧？这就是当我们试图得到一些东西，试图做一些事情，但我们做不到时的感觉。我们在努力，但我们做不到。我们因为某种原因失败了，这就是这种挫败感的原因。然后挫败感也有第二个定义，那就是不能进步、成功或实现的感觉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导致我们不能进步的原因。我们的成功被某种方式阻止了，无法实现目标时的挫败感。那么为什么挫折是好的？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很糟糕，包括我在内，对吧？但是最近我的想法已经改变了，所以我一直认为学习当然是好的，新的挑战也是好的，但我并没有真正从情感层面考虑它。但是有两件事改变了我对这种挫败感的看法。大多数人认为挫败感是非常消极的，对吧？包括我们不喜欢挫败感。通常当我感到沮丧时，我就会感到我非常接近愤怒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感到沮丧，我们感到愤怒，因为我们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，我们无法做我们想做的，我们无法学习我们想学习的。我在足球中经常感到沮丧，我在足球中练习，我正在尝试一些新的方法，一些新的技巧，尝试一些足球中的新事物。我学习了它，练习了一些，我尝试了一场比赛，但失败了。我努力了，
但它不起作用。我会感到很沮丧，对吧？尤其是我尝试了好几次，不仅仅是一次，我尝试了好几次，我尝试了和不同的人一起，每次都失败了。然后会发生什么？我感受到了这种挫败感。为什么我没有进步？为什么？我看了视频，记了所有的笔记，在家里练习了一遍，但都没用，我无法做到。然后我知道你在汉语方面有这种经历，对吧？也许你学习了一些词汇，然后记住了它，你认为你记住了它，然后在一次真正的对话中，你有机会使用这个新词，但你忘记了它。那一刻你不记得了，你无法在对话中记住它，并在以后学习它们。你会想，我为什么忘记了这个词？为什么？我知道我记得它，我记住了它，我研究了它。为什么我在真正的对话中忘记了它？这是语法的问题吗？当然，这在语法方面发生的很多，各种句式、发音、助词、虚词、动词的规则，所有这些规则你已经研究了很多，然后在进行真正的对话时，你使用了错误的语法，或使用了错误的发音，对方不理解你，然后会发生什么？我们会感到沮丧，对吧？这是一种难以处理的情感。那么，让我们谈谈为什么它实际上是好的，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对它的看法。为什么挫败感实际上是好的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，这基于两件事。第一，我看了一个播客，一个非常有趣的播客，来自一个大脑学家。我想他是一个神经学家，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人。他谈了很多关于我们如何学习的事情，尤其是当我们变老的时候，不仅仅是小时候，而是随着我们变老，我们的整个生活，我们如何继续学习，流程是什么，我们的大脑是如何接受并继续学习的。所以他很棒，他理解这个话题。这位大脑科学家真的谈了很多关于挫败感的重要性，为什么它实际上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当你学习时感到挫败是一件好的事情，这改变了我的想法。我想，挫败感是好事。我一直认为这是不好的，就像我一直认为的挫败感一样。这意味着我做错了什么。我通常想休息一下，就像我对足球感到沮丧一样，所以我想暂停一下足球。在汉语学习中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你感觉太难，你很想从汉语中休息一下，所以你想，我就只是倾听和放松，不要试图提高太多就好。但实际上这并不太好，所以让我们谈谈吧。一个例子是一个很厉害的柔术选手，他现在60多岁了。他参加了早期的综合格斗比赛，所以他不仅仅参加柔术比赛，实际上他在一个几乎没有规则的时代战斗。他们可以戳对方的眼睛，
做出非常可怕、恶心的事情。所以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，这也没有时间的限制，没有回合，没有时间限制。他们只是把拳击手放在擂台上，他们一直战斗，直到有人赢了，可能会持续30分钟，可能会更长时间。他们几乎没有违反规则，所以这对他来说非常艰难，战斗非常艰苦。他非常坚强，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拳击手。他也谈到了挫败感，他谈到了要开放自己的思维，保持谦卑。他谈到了谦卑的重要性，这是我们最近谈论过的。然后他开始谈论挫败感。他说，为了激励自己，我需要每天感到压力、失望和沮丧。所以这非常有趣，对吧？这样使自己进步，推动自己。他说，为了推动自己，这意味着要继续改进，不断改进。他说，我需要，不是想要。我需要每天都感受到压力、失望和沮丧，这些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要避免的事情。我们想避免感到失望，我们想避免感到压力，我们想避免感到沮丧。他说，他需要那些挫败感，他们可以提高学习，使人变得更好，以及发展人的技能。他需要感受到压力和挫败感，那不是很有趣吗？我们总是试图在舒服的地方工作，但他需要感到不舒服。不舒服是舒服的反义词，我们也经常谈论这个。很多人说要走出舒适区，但他走得更远，不仅仅是感到不舒服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，但我们不能一直舒适。我们知道要改进，但他说不，你需要感受到压力、失望和沮丧，这些都是非常强烈的负面情绪。我们通常认为他们是负面的，对吧？他说他需要感受失败的滋味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这是一个冠军，我相信他是不败的。他打了很多场比赛，在职业比赛中从未输过，但他说他需要感受失败的滋味。在他的训练中，他一直保持着那种味道，不断创造挑战。他与失败一直保持联系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所以他和我们经常听到的完全相反。我们一直需要保持良好的感觉，并找到其中的秘诀。是的，始终想象成功，并始终建立自信。当然，这也很重要。但他说，他需要做相反的事情。他需要每天都感受到失败。这就是他所说的，这有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给了他那种感觉，那种需要改进的愿望。如果你没有失败，如果你没有沮丧，那么在你的大脑中就没有改进的压力。那么当你在思考它的时候，甚至只是在你的大脑深处，我们的大脑会有点懒惰。我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天生懒惰。如果你总是赢，那么你认为这很自然。当然，你会认为我不需要继续改进，
我已经一直在赢了，我已经成功了。为什么我需要继续进步？为什么我需要不断改进？没必要吧？所以这是另一个关键部分。有些人一直训练、练习、训练、练习，但从未变得更好，因为他们只练习自己擅长的东西，来对抗他们能打败的人。再次让我们回到那个话题，所以他认为有些人他们训练、练习，但他们没有变得更好。他们不断练习，但并没有变得更好。为什么？他们只是在做他们已经擅长的事情，所以没有成长，没有挑战，对吧？没有挫败感。也许他们会继续练习他们擅长的事情，但他们没有获得新技能，没有获得新能力，他们不会成长，也不会变得更好。为什么？为了变得更好，你必须专注于你不知道、你不擅长的事情。当你专注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时，你猜怎么着？有挫折，有失望，然后战胜它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在汉语中也是一样的。你知道，你可以从简单的对话开始，闲聊，对吧？你来自哪里？你的家庭怎么样？你的工作是什么？你可以成为闲聊中的黑带，对吧？因为这是一遍又一遍的相同的话题，最终这些话题对你来说会变得非常容易。在汉语中，你会感到非常放松、自信和舒适，那很好。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也许你去参加某个聚会或其他事情，他们开始谈论生意，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他们使用不同的词汇，使用不同的俗语，你会觉得，我的汉语很糟糕，我只是一个初学者，我的汉语很烂。Oh my God, that's terrible. 并不是说你的汉语都很烂，只是你在尝试一个新领域、新词汇、新话题、新朋友。所以是的，在那个地区，你又回到了白带。你可能是闲聊基础对话中的黑带，这对你有好处。但当你尝试新领域时，你再次回到白带，再次回到初学者，再次感到沮丧。这太糟糕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在犯错，我不理解词汇，你的汉语又糟糕了。所以发生了什么？刚刚你才感觉很好，但现在你又很糟糕。你其实并不是很糟糕，只是在这个新领域你很糟糕，这将永远是真的。最终也许你会决定，我现在要学习商务汉语，我的工作需要它，所以你开始专注于商务汉语。你上商务汉语的课程，开始听汉语和播客，谈论汉语和所有的商务，你会变得非常擅长商务汉语，你会成为商务汉语的黑带，这很好，你又感觉棒极了，你很坚强自信，你的汉语很棒。然后你会做什么？也许你去参加一个派对，你正在和青少年交谈，或者你和你的家人去其他人的家。有些人他们有10几岁的孩子，
他们开始交谈，他们的母语是汉语，他们使用很多俗语。当他们谈论电影时，你可能会觉得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突然间，你的汉语水平又低了，因为现在他们正在使用这种非常随意的汉语，而你还没有练习过，你没有听过那个，所以你再次回到白带，你又沮丧了，对吧？的确，所以这是很酷的部分。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why frustration is good, and the part 2 will be available for you in a while. If you like my content, remember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for more quality content.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